女孩居然让混混杀掉自己的继父。延边。究竟是何原因让女孩这么痛恨继父？原来继父经常对喜主动手动脚，甚至强迫刚成年的喜主去赌场做荷官。第一天上班就遇见一位奇怪的客人，居然将迎来的500亿筹码送给他。尽管钱就在面前，喜主并未理会，接着就递给喜主一张房卡，背后的意思不言而喻。但喜主只是短暂的犹豫后，就按照房卡上的房间号来到门外，并果断地刷下房卡进入房间。喜主没等对方开口，就将筹码还给对方，最后还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让对方下注，想看看自己的人生到底幸不幸运。接着两人就来到赌桌上，本以为会输的连裤衩子都不剩，却不料在男子的操作下赚得盆满钵满。两人的关系在这过程中逐渐升温，成为恋人，而男子正是杜庆。殊不知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喜主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欢迎观看最新惊悚韩剧《赌金》的第4期。由于之前取出的金条成功被溶解，喜主来到矿洞，决定再熔炼一根。因为母亲得了癌症，需要巨额的医疗费，再加上母亲替自己扛下罪责，被警方抓到警局审问，恰巧被黑警老金撞见。老金鬼使神差地询问同事对方犯了什么事，得知女人用高尔夫球杆将老公打成重伤，并未多在意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可不知怎么回事，女子越看越眼熟，最后实在想不起来的老金转身离开。同时小玉负责变现的进展非常顺利，第一根被溶解的10千克的金条全部变现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旦有钱后就会彻底飘起来。小玉也忍不住这种诱惑，不仅给自己购买金项链，还添置一身帅气的小西装。可更离谱的是，小玉还花重金购买新车和喜主见面，这奢侈的行为迟早会被人发现端倪。小玉也还算有诚信，将约定好的另一半交给喜主。看着这么多货真价实的钞票，喜主的脸上也不自觉露出笑容。同时老金也通过监控发现开走灵车的是一名女性，而最有嫌疑的正是喜主以及安检组长。老金不敢耽误，立刻驾车来到机场，询问组长当时棺材过安检的所有细节。可当被问去他和杜庆的关系时，组长谎称两人只是同事，但实际上组长和杜庆同样是恋人关系。因为杜庆为了让棺材能顺利的通过海关，不仅找到喜主帮忙，还曾试图说服组长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。起初组长不想和对方为伍，果断拒绝，可当棺材出现在传送履带上时，组长还是心软的放行，没有进行人工复查。老金没得到想要的回答，只好离开。组长也明白喜主绝对不能出事，只有喜主安全，自己就不会暴露，于是立刻给喜主发去短信，提醒对方做好应对。同时喜主收到姨母打来的电话，声称你的继父并没有被敲死，只是受了点轻伤，缝几针就好了，并且认出当晚敲他的人正是你，还威胁喜主必须拿钱来解决，不然就报警将他们全都送进去。这突如其来的麻烦让喜主陷入两难。小玉也听出个大概意思，于是询问喜主需不需要自己动手解决。喜主只是沉默，并没多说什么。晚上两人又找到阿勋提炼另一块金砖，趁着这间隙，喜主将继父的事情告诉小玉。了解来龙去脉的小玉想出2个办法，要么给对方一大笔钱堵住他的嘴，要么就直接杀人灭口，永绝后患。两人谈话间，第2批金条也成功炼制完成。喜主看着手中的金条陷入沉思，虽然对继父恨之入骨，但还是不敢痛下杀手，最终选择拿钱消灾。隔天喜主就找到继父，愿意赔偿1亿韩元，却不料对方居然趁火打劫，直接开口索要10亿韩元才肯罢休。本就是随口一说，哪曾想喜主不带犹豫的答应下来。继父也很是震惊的看着面前的喜主，并让继父在今晚10点之前来到店铺。可他根本不懂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道理，继父表面的答应，心里早就另有打算。喜主虽然之前卖出1根金条，但手里的现金远远不够，为了凑够10亿韩元的现金，立刻找到组长提取离职补偿金。谈话间，对方挑明棺材就是你偷走的，还特意提醒喜主老金已经掌握灵车停留过的大概位置，你务必守口如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接着又告诉对方，杜庆以前和自己是男女朋友，当初也找过自己帮忙运棺材，但被我直接拒绝了，却没想到喜主被爱情冲昏头脑才会帮忙。不仅如此，组长还告诉喜主，杜庆不只有你一个女友，每当他飞过某处地方都有他的女友，所以你还相信这是真爱吗？得知真相的喜主对爱情的幻想彻底破灭，没想到从头到尾男友一直都在利用自己。当晚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当铺和继父做交易，当喜主拿出协议让继父签字时，对方居然要先看钱才能签字。可看到钱的瞬间，继父两眼冒光，立刻就改变主意放弃签字，甚至还要强行将所有钱夺走。喜主想要阻拦，却被继父狠狠一巴掌拍倒在地。接着又用脚踩住喜主的胸口，让他在这里乖乖的看店。随后继父就要拿着钱离开，喜主只好大声喊叫埋伏在外面的小玉。原来两个人早就商量好对策。延边。
就这样，继父被利刃插进喉咙，当场死亡。但这种案例只不过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他们会面对黑帮以及老金的追杀。最新惊悚韩剧《赌金》第4期就此结束。